视频开始前，想问一下各位的开拓等于多少级呢 ？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梁夏，不是梁虾。1.5版本终于迎来我们的纯美骑士影之了。作为一个自食物理角色，表现如何？值不值得强度党去抽取呢？同时，为了更好的测试影之的强度，也是抽了装光的，而且还是大保底的，还有点飞啊！希望看完之后对你有帮助，希望可以点赞支持一下。至于一个硬币10经验，同视频对转发情况比较大，帮忙转发一下吧。不用真的转发，退回来或者转发给我就行了。同时还有5经验拿，谢谢。影之是一位物理属性的自食命图输入角色，通过不同环境来决定影之大招的释放。在达到最高180能量的，可以打出巨额的物理伤害，轻轻松松打出几十万。那么影之该怎么玩呢？先从基础面板说起吧。影之在80级基础生命值1047，防御力363，也是目前所有5星自持当中生存最低了，甚至比毁灭的隐月还要脆皮。不过基础攻击力737，仅次于机子啊，速度103还不错。不过作为5星自持面板，属于中规中矩了。那么影之真的不行了吗？不，面板只是一部分，更重要还是倍率和机制伤害的问题。影之的普攻分方一线，很帅不用点。战绩呢，对敌方全体造成10级120的倍率伤害，虽然不高嘛，但是比警员10级战绩100倍率还是高一点的。天赋，影之释放的所有攻击每击中一个目标可以恢复3点能量，如果按照5个人来说可以加15点，而且可以获取升格这个东西啊，至多叠10层，按照10级天赋可以加永久25暴击最多，大大降低了影之的暴击面板。而终结技就比较特殊了，有90点和180点的大招，这个大招是非常可控的。在日常清理小怪副本当中，你们看一下这个效果，好家伙，大招开不停了啊！自动战斗有大就开大的情况的，比我日常快1倍的时间。本来10分钟下线的一个铁道，现在要5分钟了，笑死。收回终结技，90点大招消耗非常简单的160倍率。而180能量是加强版大招，280倍率以及随机6次95的倍率，在对群的时候，平均每个敌人造成伤害在400左右倍率。而对战的情况，全部集中在一个人身上，可以打出满级850的倍率，0+0的影之打出16万，还是非常可观的。这个满180点能量，这个能量圈会一闪一闪，而且是彩虹色的感觉，你们可以看一下啊。这样设计的影之，不管是敌方怪少还是怪多，都不用怕刮痧的情况下了，大可不用担心对单的能力。不过影之天赋是根据敌方数量决定充能的，所以对群肯定是更好啦。行进分叉有 28% 的攻击力加成， 14点物理伤害以及 10% 生命值加成。考虑到影之还是比较脆的，尽量都解锁一下生命值啊。额外能力1，回合开始可以叠7层升格，可以更大程度去叠爆几率了。能力2，敌方进入战斗可以恢复能量2点，包括药丸召唤的小怪也是可以触发的，这个可以吃到充能神的效果，还是很不错。能力3，生命值低 50%， 提高 15% 伤害啊。配合影之天赋可以明显看出来，影之是一个越战越强的输入角色啊，并且是一个靠元素爆发来打伤害的一个角色了。而影之代价呢，需要180点能量来回复大招了。而影之的秘技可以对敌人造成眩晕效果，并进入战斗可以回复15点能量。虽然需要180点，但是天赋才能加能量，还有这个行技也可以加。而且相信各位应该有停云霍霍这种角色吧，总体下来其实没有想象的那么离谱啊。那么接下来说说配对方面的，影之作为一个物理输入角色，卡池陪跑的4星航压可以搭配影之加速加攻增伤残点的万金油辅助，关追带行星相位还能提高1点增伤。我这个还没有叠印啊，还是金4的呢。至于航压的详细攻略，等我下期视频吧。考虑到180点能量的大招影之啊，这里带停云第3个位置，没错，还是它。没办法，停云真的太好用了。第4个位置呢，选择一个生存位，这里最好是带霍霍可以充能，就组成了这个配对。没霍霍你罗刹、浮玄均可以的。这个配对算是影之的标准配对了吧，性价比强度最高的，不需要太多脑子，很容易上手。这个配对在打混沌的情况可以完美发挥出一个5颗秘技点的作用，可以脱手嘛，完全的使用完。这个阵容该怎么打出高伤害呢？停云还是一样开大，这里航压一直战绩就行了，这样可以让航压大招释放的更快，因为这队伍几乎是不缺战绩点的嘛。影之这里已经是满能量了，那么就等航压大招开大，
霍霍接大招增伤，全部吃满了才打出来大招，可以打出40多万的大招伤害。这里要是没有吃到行压霍霍大招，那我伤害这里就只有20多万了，差距很大呀。后面几乎也是这样循环就行了。而想追求更高的伤害上限，可以把行压换成布洛尼亚。不过这个配对需要最好160速度以上的布洛尼亚，频繁多动残点。我这里只有149速度，其实也够用了。开局普攻，第二波战绩直接拉条增伤，大的要来了啊！56万的大招0+1，不过停云要是换成御空能打58万也差不多，但是这个满命御空只升了9级的，如果拉满60万很轻松啊，就直接秒了。如果是满命则还不需要卡数啊，我都是满命御空的，等银之大招开了再给 buff， 直接爆发58万。如果你也觉得都太忙了，可以用佩拉代替的第3个位置。总体来说，银之配对还是那几个辅助，配对很简单，就说到这里了。有什么问题欢迎在评论区讨论啊。而银之的官追首选专武，片刻留在眼底。视频展示的45万、56、58万都是0+1面板，而0+0的谍影月卡总体在伤害30多万、40多万左右，少了7到10万的伤害吧。各位可以自行考虑要不要抽这段官追了。而拂晓之前因为追加伤害吃不到，表现为一般，但是还是比4星好用的。4星在你没有月卡高谍影情况下，首选别让世界静下来。7路瓦的装光啊，开局稳定开大以及大招永久增伤，非常好用，不过需要高谍影啊。至于其他的，看哪个高谍影用哪个就行了，差距都不甚大。仪器选择方面，拳王事件套或者量子套，内圈唯一选择萨索图了，但是相信很多玩家套装都不太好出货，可以闪剑追求高双爆攻击就行了，和我一样。暴击的话，天赋拉满情况下不超过75，70暴击就比较不错了。爆伤衣服、攻击鞋，至于球方面，攻击球、误伤球都行，因为考虑到银之的官追嘛，行迹队友给的增伤太多了，攻击球和误伤球是差不多的。还是那句话，哪个词条好用哪个就行了。神子攻击神不用充能神啊，银之定位是一个爆发角色，带充能就得不偿失了，让爆发伤害变低了很多。实战下来充能神感觉很一般，不过能带就是了，如果比较好的充能神也可以带倒是。毕竟银之的行迹方面给的充能都可以吃到充能神的一个效果，还是很不错的。然后来聊聊银之的星魂方面的，一魂每层升格额外爆伤提个4%，最高叠10层嘛，40爆伤。二魂大招命中3个或大于3个敌人可以提高攻击力40%啊，算一个小质变吧。4魂战斗开始时可以获取2个升格，并且使天赋额外叠加2层，就是说本来0命就25的暴击加成最多，有4命就30暴击以上了。我觉得说4魂的话总体提升不大吧。到6魂了啊，释放终结技，巫4敌方30%的防御力，这个提升就大一点了。质变银之的星魂总体来说1、2、6属于质变的一个星魂，不过还是专武优先的，专武给的太多了，首选0+1，再考虑1+1、2+1、6+1，这个就看各位的钱包到底如何选择了。相信看到这里，你对银之的强度应该也基本了解了。它作为一个大招爆发的输入角色，可以搭配很多辅助。虽然银之大招需要180点能量，但是行迹给能量给的也不少，还有秘技点，开局能回复能量。而且相信上半卡池应该很多玩家抽了霍霍这名充电宝加增伤角色，非常适配银之。如果就算你没霍霍带罗刹、浮玄都是可以的，非常的万金油。虽然现在的强度环境说到 T0 都不太友好了，但是我觉得还是 T0， 毕竟说实话嘛，它强度真的很高。好，当前版本 T0 的影月君、净流都是相差不大的，因为目前他们3个作为高输出也是有代价的。净流则是代价真空期比较长，需要斩破，而影月是战绩点问题，而银之呢则是一个大招的能量问题，他们都有相同的代价的。就像你目前有影月和净流也可以抽取这名银之角色的，毕竟他们定位的一个物理都不太一样，可以根据情况来选择即可。好了，以上就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，有帮助到各位，希望可以点赞支持下 UP 主。有什么问题欢迎在评论区讨论啊。
至于你们抽不抽银子，也可以发在弹幕上，让我看看，证明你们曾经来过，可以吗？那么我是梁夏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各位拜拜。